到多肉，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，它的个头小，而且价格也不贵，因此不少人家里都会养上几盆。虽然多肉很皮实，但是大部分花友还是不能把它养好，普遍都会出现化水烂根的情况。它们中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把握不好浇水这一养护动作。俗话说得好，浇水10年功，而多肉植物的叶片本身就储存了大量的水分，但是根系又不发达，如果浇水频率过慢，又容易空根；如果浇水频率太快，又容易烂根。对于新手花友来说，这很难把握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其实给多肉浇水是有诀窍的，只要看到它释放3种信号，就得给它补水，这样才能叶片紧凑，次月还可以催出一堆仔。如果错过时机，不但容易空根，还可能直接收空盆，特别是第3种信号最明显了。别走开，下面我们一起看看这3种情况是什么。信号1，基部叶片干瘪。多肉是一种耐旱能力比较强的植物，加上叶片的储水能力强，因此我们在养护过程中不要急于给它浇水，也不要遵循几天浇一次的错误规律，直接观察叶片状态即可。当植株内储存的水分消耗完后，就会牺牲叶片上的水分，导致外观看起来干瘪没精神。特别是基部的叶片，无论是哪个品种的多肉，当养分供应不足时，它都会先消耗基部的叶片，特别是多肉进入休眠状态时，基部叶片萎蔫的速度会更快。因此平时观察到基部叶片干瘪发皱的时候，除了在高温夏季和低温冬季外，我们都可以给多肉浇上1次透水。而对于那些极端温度，我们就要采取不同的养护措施。当温度较高时，多肉就会进入休眠状态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会慢慢消耗掉基部叶片的养分，此时不要急着浇水，找个阴凉位置放置，才可以顺利度夏。在温度较低时，多肉生长速率比较慢，对养分需求少，此时基部叶片出现萎蔫状态，是因为环境太干燥，在保证通风条件下，在叶片周围喷洒水雾就行。而当温度适宜时，多肉叶片出现萎蔫状态，马上给它浇上1次透水，甚至可以在水里面加点柳枝水等，在补水同时补充营养元素，促进全面生长。信号2，土壤干裂结团。如果觉得观察多肉叶片状态太麻烦，也可以根据多肉土壤的干湿情况去判断它是否缺水。在温度适宜的时间段，即温度在16至26摄氏度时，掂量花盆重量，感觉轻盈就可以浇水，或者用小木棍插一插土壤，一般插3公分深即可，感觉没有什么阻力，而且拔开后木棍没有潮气，也可以给它浇水。以上2种方法都可以判断土壤是否湿润，但如果想延迟一段时间浇水也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观察到土壤明显干裂或结团，就必须给多肉浇水了，这证明土壤中已经没有什么水分了，再耽误下去，根系会慢慢发干，甚至变成空根，后续再浇水也无法吸收，就只能收空盆了。而当土壤干裂或结团时，我们也不能直接浇透水，得处理下土壤，让它恢复疏松透气的状态。首先找一个大盆，再把多肉放在大盆内，再往大盆内倒水，水刚刚淹过多肉盆面就可以了。利用浸盆的方法，让土壤彻底吸收水分，松软下来。在浸盆过程中，可以用小棍子戳一戳结团的土壤，让它们散开，同时注意观察，看到盆内的水没有出现气泡，就可以结束浸盆动作。然后找个阴凉位置放置多肉，同时我们也可以人为送风，加快水分的蒸腾速度。如果土壤依旧结团，最好重新换盆，避免根系腐烂，破坏多肉的健康生长。信号3，长出大量气根。最后一个信号就是看到多肉突然长出气根，其实很多花友都看过，但是却不把它当一回事，觉得直接揪掉就可以了。多肉之所以会长气根，就是因为土壤中水分不足，所以它才会长出气根，利用它来汲取空气中的水分，维持正常生长。因此看到多肉长气根，我们也必须赶紧给它补水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点，多肉之所以会长气根，就是因为周围空气有些潮湿，才会诱发它发根。因此在补水之后，我们最好更换一下环境，把多肉搬到阳台上，或者把窗户打开，提高通风性，避免水汽在多肉周围凝结，当叶片腐烂时，就容易滋生细菌，影响多肉生长。
在出现气根的情况时，我们可以先给多肉浇一次透水，浇灌过程中，沿着花盆慢慢绕圈，让水分充分渗透到土壤中，直到盆底流出大量清水时，才可以停止浇水。浇水后，把多肉搬到通风好，而且阳光充足的位置，养护3到4天之后，才可以把多肉的气根修剪掉，顺序不能颠倒。在日常养护过程中，一定得保证多肉环境的空气流通，最好在生长过程中及时进行疏剪，并配合掐芽，就可以刺激新芽生长，窜出一堆小崽。但需要注意，大部分气生根是缺水才会出现的现象，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根系出了问题。了解了多肉缺水的3个信号，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如何正确给多肉浇水。我们家庭养多肉植物，大家养死了，最终的原因95%以上都不是干死的，而是浇水浇多了，给浇死的。多肉植物浇水为什么这么困难呢？比起我们普通草本植物、木本植物来说，多肉植物的浇水为什么这么不一样？这跟多肉的基因有关。一般的植物来到夏季，正是它生长旺盛、蓄水量最大的季节。因为夏季炎热，阳光又足，水分蒸腾极快，因此植物需水量就大，就要浇更多的水。但是多肉植物却跟这些普通的植物完全不一样。来到了夏季，气温升高以后，大部分的多肉植物到了夏季以后，反而开始不需要水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多肉植物的叶片来到了夏季，它的气孔会关闭，关闭之后，它几乎就不怎么蒸腾水分了，它也不需要水分了。这个时候就进入到多肉植物夏季的休眠期或者半休眠期。来到了这个休眠期之后，它就几乎不需要水分了。但是很多养新手花友养多肉不知道这件事，按照一般养植物的常识，在夏季浇更多的水，水闷在花盆里面，气温又高，高温高湿就把根给闷死了。所以我们给多肉浇水一定要学会严格的控水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下面教大家几个技巧。第一点，我们要给多肉植物浇水之前，一定要严格遵循干透再浇水的原则。干透就是用手按住土壤10秒钟，感觉土壤表面非常干燥，而且土壤底部还没有潮气传上来，这个才能代表它彻底干透。很多花友看到这个盆土表面干了，就以为它干透了，其实里面都是湿的，所以一定要手按10秒，感觉没有潮气才干透。第二点，干透并不是说可以立刻给多肉浇水了，阴雨天或者晚上气温较低的时候才适合给多肉浇水。最好是选傍晚6点钟的时候，因为傍晚多肉的气孔会逐渐打开，开始蒸腾水分，吸收水分，这个时候给它浇水，立马会被多肉吸收，所以说这个时间浇水是最好的。第三点，就是我们给多肉浇水的时候，不要浇太多了。一般植物浇水是要把土全部浇透，但是多肉不必这样，一下浇很多水，容易把整个土壤全部闷住。再加上如果咱们养多肉的环境通风不好，尤其是冬天室内养护的时候，水分蒸发不出去，就容易造成闷根，把多肉闷死。第四点，相信很多花友都听说过，给多肉植物浇水的时候不能浇到它的叶片上啊，否则叶心接水，多肉的叶子就会烂掉，多肉也就死掉了。是不是大家都听过这样的说法？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，这个担心是完全没必要的。多肉植物长在大自然当中，本身就会遇到下雨，如果叶片遇水就烂的话，那这个多肉品种根本不可能在地球上存活下来。因为在多肉原生的大自然中，下雨后水分很快就会从叶片上蒸发，因此不会伤害到叶片。所以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干燥通风的环境里，就正常往多肉上面浇水就可以了，完全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。但只有一个例外，就是养在室内且湿度、温度都比较高的情况下，此时水珠长期汇聚在叶片上无法蒸发，就有可能让肉肉的叶片烂掉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还有其他养多肉的经验，欢迎评论区分享给花友。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，欢迎及时告诉花花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